丹神塔内，众弟子的身形如同断线风筝般慌乱，他们的心中充满了不甘与绝望。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朝着塔内的秘密通道飞掠而去。他们纷纷运转强大的神力，以最快的速度闪现消失。秘密通道的入口在塔内深处，仿佛是一道扭曲的虚空之门一般，无声地敞开在众弟子的眼前。他们的步伐虽然带着一丝沉重，却无法抗拒背后那股迫近的危机感，只能硬着头皮一个接一个的飞掠而入。盟主大人，不能让他们跑了。九大副盟主的脸色阴沉如水，他们的眼中闪烁着急切，因为这些丹神塔之人都得死，绝不能让他们跑掉了。虚空之上，金地天盟主站立如松，双眸之中仿佛藏着星河旋转，他的笑容中透出一股淡然与不屑。丹神塔一个人都跑不了，因为他们都得死。随着话音落下，金地天盟主体内力量的恐怖力量开始爆发而出，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时间在此刻为之停顿。那股恐怖的力量太过强大，以至于连空间都开始扭曲，时间似乎也随之流转。一股无形的力量如同狂风过境，席卷整个丹神塔内。众弟子们感到四周的景物也在迅速的崩解，又在瞬息万变中重组。突然间，一切都静止了。众弟子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而又充满危险的环境之中。这里没有了丹神塔的古朴与庄严，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诞不经的异域风格。天空是深邃的紫色，漂浮着几朵诡异的黑色云彩，还有巨大的气旋在这方全新的天地中翻滚，仿佛随时会吞噬一切。金地天盟主的身影在这一刻显得格外高大，他轻描淡写地挥了挥手，那恐怖的力量如同潮水般退去，留下的则是新的天地和无尽的规则力量。他的嘴角再次勾起一抹淡淡的迷之微笑。看吧，这就是本盟主给你们创造的新天地。金地天盟主的声音传遍新天地的每一处角落，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中，丹神塔的弟子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恐惧。他们意识到，即使他们再不愿意，也不得不面对金地天盟主的造化神力的神圣。不好，我们都被卷入了对方所施展的造化神力之中，这里的规则已经不是原来的规则，只要他一出手，在这方新天地规则中的所有万物神灵都会随着规则的改变而消失。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的身影纷纷飞掠上空，他们目光凝重地望着新天地中站在那黑云之上的高大神圣的身影上。对方的实力太强了，没有开启花仙模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花仙子云韵此刻望着这一方规则涌动的新天地，再也硬撑不住一口鲜血再次从嘴中喷出，半跪在空间之上。她的面色已经惨白如纸，而且整个身体上都有多道严重的伤口，溢出来的血液已经染红了自己的青衣。花仙子见到花仙子身上的伤势严重，圣花殿殿主急忙倩影闪现，一把扶住了云韵。我没事，只不过今日的丹神塔之威未能在我的手中解除。花仙子云韵露出自责无奈之色，显然她对自己也非常的不满意。虽然如今自己的实力已经大蜕变了，可是面对造化主神实力的金地天盟主依旧是不能抗衡下去。花仙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或许这就是丹神塔的命运吧，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圣花殿殿主浮现一抹惆怅之色，但也必须认清眼前的事实。前不久自己献祭了圣花之道，本以为自己无法再次成为半道神，结果在花仙子的花仙之道的特殊力量下，又重新凝聚了自己的道心，也得以让他再次获得属于自己的圣花道法。在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了花仙子的花仙之道恐怖是能够让圣花殿彻底在万界神州中崛起。只可惜花仙模式还没有被花仙子云韵彻底的掌握，导致现在的花仙子落败，并且身受重伤，还被花仙之道反噬，化作是寻常大道主神，恐怕早已经陨落。可云韵凭借着自己那坚韧的意志力，依旧保持自己的清醒。哈哈哈，本盟主就是这方天地新天地的造化之神，希望我给你们创造的这方新天地吗？金地天盟主仰天大笑起来，这就是他一直闭关万年载以来梦寐以求的造化力量。如今他站在了大道之上，成为了真正的造化主神，而在造化主神的眼中，任何一切的大道之法也不过是他随之一挥手即能够将其分解的事情。你的对手是我，为何要对丹神塔之人出手？花仙子云韵虽受重伤，可是她依旧是站在所有丹神塔所有众弟子的面前，手中的长剑散发着尖锐的剑鸣声。对手，你还不是本盟主的对手。今日不仅你保不了丹神塔所有人，就连你的圣花殿也与丹神塔一样，在诸神万界彻底的消失吧，造化陨灭。金地天盟主的声音回响天地间。然而在这方新天地的中心，一道蕴含恐怖威能的造化之光犹如陨星坠落，猛然间爆发开来。它如同狂野的龙蛇，在苍穹间肆意舞动，划出一条条霸道的轨迹。造化之光所过之处，万物皆成虚无，即便是空气中弥漫的尘埃，也在规则之法的裁决下灰飞烟灭。丹神塔的众弟子们凝望着这绝望的光景，脸上写满了不甘与恐惧。他们都是身为天位神的强者，在整个诸神万界也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可他们现在在这一道造化之光面前，却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力。
一旦他们被造化之光吞噬，那么他们就会如同空气中的尘埃一样，成为规则之下的虚无。在场所有半道神以上的强者，他们的面色狰狞扭曲，想要对抗这股力量，可根本就是以卵击石，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上空中的花仙子闭目凝神，她的长裙在狂风中猎猎作响，脸上浮现出一抹最后的决绝。在这最后的时刻，花仙子云韵猛地睁开双眼，她的目光坚定，充满了对命运的抗争之意。她将自己所有修为凝聚于一剑，化作一道绚烂的花仙剑影，向着那造化之光直冲而去。花仙剑影如同流星划过天际，美丽而短暂，却无法改变注定的毁灭。因为在造化面前，所有的力量都是在造化之下，造化可以能够创造天地，也可覆灭天地。所有在这新天地的规则之中，所有的力量再强大，也无法抵抗规则之法的改变。所以那道花仙剑影在造化之光的吞噬下，剑影如同滴入大海的水滴，激起微小的涟漪后便彻底消散。花仙子云韵的身影在光芒中摇曳，最终化为点点星光，被那股吞噬一切的造化之光彻底吞没。也就在这同一时间，这方新天地中出现了一道神秘星光，而后消失不见。丹神塔的内塔之主以及10大神长老和弟子们目睹这一幕，心中涌起无尽的悲凉。他们知道，随着花仙子云韵身影的彻底消失，他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在这最终的时刻，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绝望的力量，等待着属于自己的终结。一道璀璨至极的造化之光划破长空，骑士之蟒撕裂苍穹。造化之光，传说中能够重塑天地，创造万物，也可覆灭万物的恐怖力量。此刻，造化之光向着所有丹神塔众弟子席卷而来，所到之处，空间被抽离，变得扭曲而虚无。丹神塔的众弟子惊骇万分，面对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的神力如同薄纱一般脆弱，他们的眼中充满了绝望。就算在这最后的一刻，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联手施展全力，也无法抵御这方新天地间最强大的造化之光。在造化之光的吞噬下，丹神塔的众弟子身影瞬间消散，如同尘埃般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这片新天地之中。天地间一切声响戛然而止，只剩下了造化之光的咆哮。他以一种霸道而绝情的姿态重塑着这片新天地的规则，又覆灭了规则。万物在其面前如同脆弱的纸张，轻易被抹去。草木、山石、河流，甚至时间与空间，都在这道光芒中变得模糊。一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道造化之光中如梦境般瓦解。然而，当这道造化之光如来石那般迅猛地消退后，这片天地又恢复了它原本的面貌。天地规则依旧，仿佛一切破坏未曾发生，但那些消失的身影却再也不会归来。恢复原来的天地规则后，那座丹神塔仿若永恒的象征，静默地矗立在浩瀚大地之上。塔身镌刻着无数岁月的痕迹，每一层石阶都承载着沉重的历史。然而，就在刚刚，这片空间仿佛被一股难以言喻的力量撕裂。丹神塔众弟子的牺牲，内塔之主与10神长老们，以及圣花殿殿主和花仙子云韵，还有5大神阁之主的消逝，如同尘土般消散在风中，无影无踪，成了这片天地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在这片突然寂静下来的天地中，残留着毁灭过后的悲凉与空寂。9大副盟主以及天军神战队的强者们，他们的目光交汇，彼此都能从对方眼中看到难以置信的震惊。他们见证了造化神力的恐怖，那是一股能够颠覆世界规则的力量，顷刻间便击杀了无数神奇强者的生命。即便是他们，也不禁心生畏惧，因为那股力量足以动摇他们心中对信仰的造化。他们的盟主大人可创造可覆灭一切的造化之神，9大副盟主深深地感受到了盟主大人那不可匹敌的造化神力，纷纷臣服跪拜而下。金地天盟主大人站在这方天地中，身披金色龙袍，神情淡然，仿佛刚刚的惊天动地只是他指尖轻挥的瞬间。他的目光扫过那些跪拜的9大副盟主和天军神战队的成员们，深邃如同星辰，让人不敢直视。一切都结束了，丹神塔的那位老家伙，今日就与丹神塔一同彻底的在神州中消失吧。金地天盟主的目光如利剑穿云破雾，直指苍穹之巅的丹神塔。这座百层高塔曾是无数修炼者心中不可逾越的圣地，也是无数炼药师的梦想之地。然而下一刻，金地天盟主挥手之间，风之道法凝聚成一股狂暴而霸道的力量，化作一道撕裂长空的龙卷飓风。这股带着毁灭气息的狂风，仿佛要将天地间的一切都摧枯拉朽般的吞噬，连那被强大阵法保护的百层丹神塔，在龙卷飓风的肆虐下，也显得岌岌可危。塔身开始剧烈的颤抖，层层石块如被巨力撕扯，雕梁画栋，在这场风暴中化为尘埃。就在此刻，塔前的空间突然扭曲，像是被无形之力狠狠撕裂，一道绚丽的火海从裂缝中涌出，瞬间与狂暴的飓风碰撞，